公子，你醒了。啊，春娘，奴家在呢。这是侯影楼啊！公子怎么了？怎么连自家产业都不认得了？少爷，圣旨到府里了，您上了驸马甄选的墨席。童颜剧，冯宝吧？是我，少爷。我操！不会吧？我穿越了！少爷，老爷让您赶紧回府去。这是3个月前的驸马甄选，原主一门心思只知道赚钱，没有被选上，生意暴露，没有后台，被狗皇帝一锅端了。春娘，我给你个任务，公子请吩咐。让姑娘们上点心，我要把这儿变成天底下最大的情报枢纽。奴家遵命。哎，冯宝，哎，回府接旨。嗯，还有3个月，这次的剧本由我来写。娘啊，风儿回来了，我儿优秀，竟然能去甄选驸马。宝儿，我在厨房留了燕盏，你去炖了，给风儿补补身子。燕窝这么金贵的东西，一个庶子配吃吗？2个狗东西，因为嫉妒我，暗中把我产业暴露出来，才被皇帝当肥羊盯上的。二弟好本事啊，竟然能挤进驸马甄选名单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啊！你管我用什么手段？怎么嫉妒啊？我乃堂堂4品侍读学士，岂会嫉妒你？你不嫉妒，你搁这狗叫什么？刘婉，这就你教育的好儿子呀，和你一样低贱，尊卑不分。我母亲虽为商贾之女，勤勤恳恳操持家业，比你们这2个只知道混吃等死的货，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风儿，哎，原主顾及旧情，可我不需要。傣族出劣损，乌龟配王八，你们俩是绝配呀！反了你了，滚！哎呀！哎呀！云儿，在老子的剧本里还能让你欺负了？冯宝，打！冯宝，揍他！啊！打伤了我志，打死了我埋，打！是少爷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老爷，这个逆子竟然指使下人打云儿！秦风，长兄若父，你要反听了不成？净他妈放屁！你骗心眼的老东西，一边托举秦云当官，一边打骂原主，还主动揭发原主的产业，间接逼死了原主，真是卑鄙无耻！逆子！我老爷，打，朝这儿打，往脸上打。3天之后，我进宫面圣甄选驸马，到时候让满朝文武都看看，咱太傅大人这是多大的官威啊！啊！别以为有圣旨在此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你要是给太傅府丢了人，回来我照样扒你的皮。哼！我们走。回来？破太傅府，谁他妈爱待谁待。驸马，找一些不起眼的产业，给我暴露出来，老子要加码。是少爷。风儿，要不你跟你爹认个错去？道什么歉？等他死了，我给不给他上香还两说呢，还道歉呢？小小一个太傅府，老子不稀罕，看不上，老子要自己当皇帝。殿下，您私自出宫，皇后娘娘知道，肯定要责罚的。就算被责罚，本宫也要见一见这个人。这个秦风有什么好的？虽说有些医术，不过是个布衣。这个秦风，他可不简单。若不是本宫用了些手段，可能还真叫他给骗了。咦，殿下到了。
秦大夫又出诊了。秦大夫他好帅啊！拿药方抓药去吧。秦大夫，人家是什么病啊？你开的什么药啊？春病，给你丈夫开个壮阳药。秦大夫，人家的胸口好闷呢。殿下，这个秦风整日与这些比剑之人胡混，又会有何作为啊？不愧是王朝第一美人，颜值逆天。冯宝，请客。请吧。见过公主殿下。你见过我？未曾见过。那你怎知我会前来？因为是在下把公主殿下引过来的。你说是你引我前来的，这话是为何意？因为那些产业和店铺都是我故意送到殿下的案牍之上的。你故意的？换句话讲，就是我用一点产业换取与殿下面对面谈一次的机会。红雨楼18家分号，赌坊1000余台，近100来家珠宝铺，绸缎庄、胭脂铺，说一句你富可敌国都不过分。你告诉本宫，这只是你一部分财产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当驸马。驸马的甄选是由父皇决定的，本宫干涉不得。驸马之位我志在必得，你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联系前朝部众。我知你并非当今皇后所生，你是甄贵妃的女儿，而甄贵妃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前朝公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能帮你脱离苦海的人，我是能帮你在宫里不用担惊受怕，不必害怕皇后给你下毒，让你真正活在阳光之下的人。我还是能让你亲手报杀母之仇的人。你要造反？我哪敢造反，我是帮你造反。不造反，你怎么手刃天底下2个最尊贵的人呢？你就不怕本宫说出去吗？我知道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还怕你说吗？更何况，这不就是一直以来你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吗？那你打算要我如何帮助你呢？还好我提前知道剧情，知道这妞是个狠角色。我当上驸马之日，就是你行动之时。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就能给你提供什么。那你想要从本宫身上得到什么？我想好好活下去。这么简单？简单吗？天下经济命脉尽在我手中。当今陛下如果知道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怎么处理我们？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呀？更何况，我掌握的还是财政大权。只要你当上女帝，我才能高枕无忧啊！秦风啊，秦风，这秦家小看了你，整个天下都小瞧了你。彼此。彼此。好，那本宫便陪你
玩上一番。你敢对本宫吐露心扉，那本宫要还你一份信任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本宫定不负你。这够下本了呀！还挺大呀，你这玩意儿。郭参将，这就是我二弟医馆，他可是在家中大言不惭的说道，要在驸马甄选上要你好看呢。哼，区区一个庶子，敢这样欺负你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带我进去，替你教训教训他，让你当上驸马，我还有出头之日。哼！少爷，这是公主给你的殿前信物。信个屁！他是没辙了，死命抓着我这根救命稻草，连节操都不要了。对了，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陈师傅正在连夜赶制，那是何物？从未见过。新时代的产物，秘密武器。姓秦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今儿闭馆不看诊，哪来的分享信？老子今天不是来看诊的，是来看你的。就你那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，也想跟我抢驸马爷之位？我病样子，我看你才是病的不轻啊！敢咒我，找死！潮热盗汗，五心烦热，口干舌燥，耳鸣目眩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肾有病。你肾才有病，我能治。秦大夫，国家就我一个独苗，还请你救救我。你平白无故找我家公子麻烦，还想让他救你，美的你！是青云。你大哥说你在家中诋毁我，我气不过才来找你的。胡说，我家少爷从未诋毁过你。郭兄啊，来请起请起。你任职城防军，身体垮了，这前途可就没了。还请秦兄定要救我。你这是慢性中毒啊，伤在肾脏，有人想慢慢折磨你呢。这毒怎么解啊？毒好解，关键是你不揪出幕后元凶，后患无穷啊！是什么毒？曼陀罗，我知道了。多谢秦兄弟啊！他是驸马之位，各凭本事。告辞。少爷，这郭世通好没良心。此人性情耿直，爱憎分明，最重要的，他的职位很重要。可是少爷，大少爷那边……哎呀，我的这个好哥哥呀，你说我这个当弟弟的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这计有问题，你们谁也不许动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一定是刘婉那个贱人想偷偷给秦风开小灶，门都没有。哎呀，今天有活鸡呀！我儿子晚上要去宫里边陪读，把它炖了，给他补补身子。夫人，刚才宝儿姐说了，这鸡有问题。这活蹦乱跳的能有什么问题啊？赶紧炖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少爷，这跟你料想的一样，真有人惦记咱们的鸡。哎呀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！
那可是专门给畜生用的泻药啊，不知道他顶不顶得住。我这肚子，哎呦，秦氏毒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个混账东西！我太夫妇的脸全让你给我丢尽了！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大哥，你哎，顶头！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鱼儿，快起来！怎么了？你问他。像我秦总怀英明一世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小畜生？让我日后如何面对太子殿下？如何面对陛下？母亲，我今晚吃错东西了，在东宫出宫了。公子，出宫是什么意思啊？用一句文言词来解释，就是拉裤子里了啊，这不常见。哦，你个庶子，那只鸡是不是你弄的？说话讲理啊！风宝根本跟你说过，那只鸡是有问题的，非要吃，死气白咧非要吃，结果吃出问题来了，爱拉，要拉，一直拉。小畜生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行了，别添乱。慈母多败儿。从今日起，除了上朝和议事，你在府中静坐1个月，好好反省。老爷，哎，大哥，你这，这睁不开眼了都，古往今来，能在太子殿下一泻千里的，也就是您了啊！这个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就得是你，别人干不出这事儿来，就得是你。云儿，快来人呐！秦风，你别得意，明天你要是当不上这个驸马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慢慢折磨死你。圣上驾到！恭迎圣上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谁？好词啊！万岁！如此谄媚之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众爱卿都起来吧！谢圣上！你是秦风？正是草民。开始吧。今日甄选首轮剑术，标靶50步，每人3箭，只要有1箭正中靶心者，留。甄选8人，7人都在朝中任职，唯有秦太傅次子还是一介草民。这满朝文武只有秦家次子地位最高，估计是凑数。多谢秦兄弟，大恩不言谢，我欠你一条命。下一位，秦风。陛下，这些弓不合草民的手，草民能用自己的吗？准了。这时候秦大人的气势是位商人，想必秦风继承了衣钵。输了不要紧，这要是拉不开弓，那才难看呢。开弓震落云间月，一剑崩云破九重。中了，他真的中了。这怎么可能射中？秦风3箭全中。好，3箭一心，如此精湛的射术，真是叹为观止。秦太傅这次不同寻常啊！秦风，原来你一直都在藏拙。第2轮文斗。
诸位郎君，今日行飞花令，每句不得超过7个字。第一位放在句子第1个字，第2位放在第2位，以此类推。这是升级版的飞花令，难度更高。对不出者淘汰。好难的飞花令啊！这难度比往年的试题加起来都难。请陛下赐字。既然是飞花令，第1个字就以花为题。启禀陛下，可否即兴成诗？可以，但诗词必须工整。排序就按官职来吧。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这个题目前面占尽优势，越到后面越难。花开有时月有明，落花有情，水无意。井水无意，春季花开，秋季落。也算点题，勉强过了。雪绒残粉，花电线。沾衣欲湿杏花雨。好诗啊！好一句沾衣欲湿杏花雨，这应该是秦郎中即兴所作吧？不知下一句可接什么？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好诗，好诗！哈哈哈哈，堪为神作！哈哈哈，这一轮都算你们过关，这第2轮就以马为题。马下去。饮马渡，渡什么？忘记规则了，下去。马蹄丝丝战祁阳。尚可。铁马冰河入梦来。又是即兴所作，可有全诗？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这让朕想起了当年带兵征战四方。好，秦大夫啊，你生了个好儿子！哈哈哈哈！陛下隆恩，微臣不敢当。回去坐着吧。赵云挥使熟知典故，秦风才情过人，场中只剩你们2人，那就再把题增加点难度。请陛下赐字，由单字改成双字。父亲放心，二弟一定会拼尽全力。只不过这二弟不知何时通晓诗文，竟是让人丝毫不知啊！父亲疑心重，你敢瞒着父亲？等到回府，必有一番后账。以风与月为令，谁对出的数量多，谁胜。月照床头雪纷飞，冰期万木风入眠。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风涌边关下石沙，月照柳梢下夜孤。风鸣两岸枫叶，月照一叶孤舟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？倚栏听风雨，举杯邀月也。我认输了。赵大人，承让。今日文斗精彩万分，诸位皆有赏赐。且方草民在。你虽为太傅庶子，但文韬武略皆为上品，朕心甚慰，决定将锦华公主赐婚于你。作为驸马，官居3品，6部任选。6部任选。陛下，草民有要事启奏。何事？草民不愿入仕，只愿从商。堂堂驸马想要从商，荒唐！秦风，你自己找死！陛下，容草民一奏。草民乃秦太傅次子，家母乃商贾之女，我也是妾生子，在府中被百般欺压。草民不甘堕落，
自己学医自救，暗中经营商号。依草民想来，草民身份低微，被欺压倒也罢。只是公主身份尊贵，还请陛下允草民自行出府自立，方可迎娶公主。原来我们是同路人。朕允了。谢陛下。你不愿入6部为官，可知错失了什么？陛下容禀，草民若单凭驸马一位，便可入仕为官，恐天下读书人议论，也将陛下置于不义之地。草民誓死不为。深明大义，赤子心切。起来吧。既然你不愿入6部，那便不入，朕允你进皇商，自营商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万岁！哈哈哈哈哈！真不愧是驸马，一句话就能把圣上哄得开心。这齐风真是白眼狼！若是没有父亲的栽培，还有他现在还想自立出府，我看他是枉为人子。你还站着干嘛？还不进去面面思过？不是我，抓紧点，少爷当上驸马了，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，手脚都麻利点。宝儿，这是做什么？主母，少爷刚刚传来消息，他被选上做驸马了。你说风儿当上驸马了？娘，风儿，风儿，你跟我说，真当上驸马了？圣旨马上就到。好，我儿当上驸马了，我儿出息了。老爷，风儿被陛下钦点为驸马，我让人把偏院收拾出来给你住。偏院自个留着吧。娘，咱们走。胡闹！他只是妾室，怎能与公主同住？秦左怀，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反了天了！老爷，这个逆子竟敢直呼您的名讳！住口吧！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注意你们的身份。我现在是当朝驸马，敢拿手指我，信不信我让当朝陛下治你大不敬之罪啊？驸马，我也是为了太傅府的颜面。现在为了太傅府的颜面，早干嘛去了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驸马秦风才思敏捷，文采兼备，许其出太傅府自立，赐永安坊宅院一套，择日成婚，钦此。皇恩浩荡，万岁万万岁！不愧是驸马，皇恩浩荡，万岁，都记下来。我这儿还有一封，是皇后娘娘给柳夫人的。给我。秦太傅妾室柳婉，教子有方，抬为平妻，封一品诰命夫人。柳夫人接旨了。谢皇后娘娘。我娘还是妾室吗？圣旨宣读完，老奴告辞了。我送公公，请。洪公公，洪公公来去匆匆，未及奉茶，特备点心一份，聊表心意。来人！驸马爷，这使不得。我接手皇商，日后咱们常来常往。像这样的点心，日后每年都有公公一份儿。那就多谢驸马爷了。不成一线，公公慢走。
死我了！我乃太师之女，都封不上诰命，她一介商女，凭什么？哎，母亲，您别气。我能不气吗？本来想让他们给你当垫脚石，这可倒好。哼，你说有点出息，还轮得到秦风吗？母亲，是秦风不入仕途，自立出府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他选择不入仕途，选择从商，那我玩死他的办法可太多了。这辈子，他也只能当我的垫脚石。带剑闹洞房，过分了点吧？秦风，我倒是小瞧了你，一次驸马甄选就达到了你所有的目的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我数3个数，3、2、1。医术能救人也能杀人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有去。你退下吧。是。是。甭担心，咱俩只是行婚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何为行婚？字面意思，咱俩本身就是合作关系。对外呢，演的夫妻恩爱；对内慢慢磨合呗。有意思。我不入仕，不受6部监管，才好行事。你的目的是皇商？皇商啊，只是我洗白产业的第一步。后续我要把我所有的产业全部搬到明面上。再往后，可就需要你去联络前朝老臣，我们双管齐下。我该做的事情，我自然会去做。不过我更想知道，你要怎么做？等什么？太子与2皇子明争暗斗，火候到底还是差了一些。我得在并州帮他们一把才行啊。你打算在太子的封地闹事？话说的不要这么难听嘛。我是一个3观端正的好青年，最是见不得藏污纳垢之事。我突然觉得和你合作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一个不小心，我将要深陷泥潭。已经在泥潭里了，出不来了。龙凤烛已经燃尽了，宫里派来检查作坊的嬷嬷也快到了。夫君，爱你。嘘，原来是曹公公受皇后娘娘所托前来查验。皇后娘娘当真是待你不薄啊，这么早就派人来了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先把眼下这关应付过去吧。你说过不动我的。权宜之计，忍一下吧。夫君，嫁出去的人如泼出去的水呀！从今往后，看谁还能和皇后娘娘争。把喜帕给我。哎，你不这么办，这事儿糊弄不过去了。可是你的手
我是大夫，皮外伤，问题不大。殿下，驸马爷，江雅姑姑到了。进来吧。公主殿下，老奴奉皇后娘娘之命前来。公主驸马，琴瑟和鸣，陛下、皇后娘娘都放心了。3大皇商把持着皇家的买卖，你虽然晋升为第4大皇商，可想从他们的嘴巴里把肉抢出来，没那么简单。谁说要从他们嘴里抠食？那你当如何？当然是开辟新赛道，另辟蹊径。宫里有的我没有，宫里没有的我可未必没有。3大皇商做不到的事，我秦风就做得到。当真？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我能力压3大皇商一头。倘若我成功了，咱俩就做真正的夫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一言为定。幼稚。殿下，可以吃了。我曾在宫里被下过毒，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哼，无知害死人。我告诉你啊，硫和银会产生化学反应，所以银才会变色，懂吗？怎么没胃口啊？红毛，去把那个新研制的下饭宝拿过来。这是何物？下饭宝，商铺新研制，尝尝。这个真好吃，我以后每天都要吃。少爷，春娘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大少爷一直在调查我们。好，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，放出去点消息，哎，给他们点甜头。做你的敌人真可怜，这被你卖了还要帮你数钱。母亲，这是我刚派人搜查到的，这秦风包藏祸心的，没想到他私自在府中置办了如此之多的产业。这些加起来都能买下一整座京都城了。这小畜生藏得够深的。我已经派人去了，这一次他在明，我在暗。哼。就在这儿，主子有令，遵守不争。等你们很久了。公子，几处店铺的人都抓到了，一个没漏。你看你小气。招了吗？是秦云派去的。哼，果不出我所料，我这刚放出去消息，你们就来了。你们也经不起考验啊！秦云那个蠢货，要不是有秦左怀璧，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你接下来
想怎么做？动静还是不够大呀，我再给他添把火。殿下，方才那人气息极稳，当时罕见，小心。秦风啊，秦风，你究竟还有多少底牌？是我不知道。少爷，这里离皇城最近，寸土寸金，咱们要不换一间烧吧？动静不闹得大一点儿，这火点不起来呀。拿一间铺子换一座太傅府，值了。走，咱们大闹太傅府。秦风，我的好弟弟，你以为你当上了驸马就压我一头？别急，我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秦呢？出来见我！你已经自立出府，跑到我们太傅府来做什么？你还是问问你的好大儿吧，自己看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自己讲。我们受大公子指派去烧二少爷的商铺。什么？这混账东西！这……你说巧不巧，烧的那间铺子，正好就是我送给公主殿下的聘礼。秦大公子一把就给我点了，哼，这分明就是不把陛下和公主殿下放在眼里，那胆子得多大呀！啊！大少爷这边。风暴，我是大少爷，你敢动我？大少爷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，走。停！少爷，他在后门被我拦住了。畏罪潜逃，罪加一等。哦，对，他还是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再加一条。来人，把秦大公子押入大牢，明日候审。父亲，母亲，救我！风儿，他可是你大哥。大哥？我哪个大哥呀？是那个烧了我的店铺，让我的心血付之东流的大哥，还是那个在府中对我百般欺压，让我抬不起头来的大哥呢？秦风，把他送进大牢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把不想让我好的人踩在脚下，就是我最大的好处。啊！谁报的案？我。啊，驸马爷，您所告何事啊？现有秦太傅之子秦云当街行凶，烧掉商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大人秉公办案吧。来人啊，拿下！是。请父皇为儿臣做主。秦太傅，陛下，微臣管教不严，还请陛下责罚。驸马在府中受你们虐待，自立出府，你们还不依不饶，难道真让他死了，你们才甘心吗？微臣不敢。不敢？我看你敢得很！当街行凶，纵火商铺，你简直罪大恶极！太子殿下，您救救我儿！若您能保云儿不死，我太傅府也鼎力相助。太傅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是姑的老师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云兄和我一同长大，我一定会帮忙的。谢太子殿下。启禀父皇，以儿臣所见，秦大公子不过是一时糊涂，念其初犯，不如就罚他
赔偿商铺损失，在府中闭门思过。陛下，太傅大人劳苦功高，妻子秦云罪不至死啊！臣附议。这位大人真是慷他人之慨啊，替我就把秦云原谅了。可惜啊，秦云犯的是国法。驸马说的有道理，秦云纵火商铺，罪不可恕，罚殿前杖30，终身不得入室。老臣叩谢陛下。驸马商铺隶属于皇上，特赐鲲鹏商行匾额，都散了吧。你还笑得出来？铺子也被烧了，秦云也只是打了一些板子，终身不得入室。你这次可没要了他的命。秦子怀当朝太傅，官居一品，还是太子的老师，哪那么容易就把秦云的命给要了？少爷，匾额已经送进来了。好，把这个匾额给我刻上180块，各大商铺都给我挂上，这是真正的免死金牌。你闹这一出，就为了这匾额？啊，有了这匾额，3大皇商见了我都得低头走路，我再想干什么，他们可拦不住了。不引人诟病，还要让人心悦诚服，最重要的，不借助你的帮助，我可做到了。真狡猾啊，不是狡猾，是手段。那你如何呀？什么我如何？不记得啦？不记得。好，不记得好啊。这个老话说啊，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。看来我就只能去红雨楼了。那个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没准备好。1天。3天。2天就2天。明天跟我走，我带你去见一下那些掌握天下经济命脉的人。诸位恩客，今日红雨楼停业1日，还请诸位见谅。一夜之间，京都许多家店铺都贴上了鲲鹏商号的牌子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正是陛下御笔亲赐驸马爷的产业。大东家到！恭迎大东家，拜见公主殿下。起来吧。大东家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。本宫今日是陪夫君前来，你们平日怎样，今日便怎样，无需多礼。诸位，坐吧。蒙陛下恩赐，受封皇商，赐了匾额。今儿个召大家过来，是想换个玩法了。东家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要是没有您，就没有我老薛的今天。我早年遭遇劫匪，身无分文，要不是大东家接济，助我东山再起，我早已是枯骨一堆。我也是，我被冤枉，走投无路，是大东家救我脱离苦海，重获新生。从那刻起，我的生命就属于大东家，俺也一样，我们都是。坐。既然受封皇商，免不了要跟皇家打交道。我意选3位八面玲珑的主担当此任。但凭大东家吩咐。殿下，这还是驸马吗？这才是真正的他。这是红雨楼过往1年的账目单子，请过目。这1年的开支竟有218万两，京城1年的税收
也不过才100万了。红玉楼的姑娘啊，都是春娘精挑细选出来的，不光容貌上佳，而且身段娇软，从来到走都不过身。来红玉楼的客人，达官显贵，名流学士，每个姑娘身上的衣服，料子要新，款式要好，首饰更是上上之选，胭脂水粉那也是精益求精，而且定时要教授琴棋书画，这些可都是开支。那1年能赚多少银子？翻到最后600万两。红玉楼1时8间，外地的肯定是比不上京城的，但是一半总还是有的。这才是1间的呀。不然呢？驸马爷，有事儿说事儿。你我本就是夫妻，我唤你一声怎么了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今天你带我见的那些人，分布天下各地各行各业。不过你只是太傅府的一个次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原主的确有些本事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单凭我自己一个人肯定会倒闭，所以要学会放权，放钱，把店铺的营收跟他们的收入挂钩，他们自然就加倍的用力用心经营。还能这样？不仅如此，我给他们开的工钱是市面上的2倍到3倍，他们自然就害怕失去这份工作，一定会加倍的用心和努力。往往这种成效之下，营收的效果比开的工钱高得多得多。夫君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小嘴抹了蜜，你今天不对劲儿啊。我们本来就是夫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再说了，我们夫妻之间共进退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今天我伺候你啊。少爷，该吃饭了。还好吧？并州那边有动作了，马上就会传来消息。你做了什么？当然是帮助二皇子了。只有让他们鹬蚌相争，咱们才能渔翁得利，不是？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并州贪腐案，知府被抓，太子受到牵连，二皇子连夜带人前去彻查。你动了并州知府？区一个知府，何足道哉？她可是太子的心腹，就因为她是太子的心腹，所以才要动她，要不然怎么帮得上二皇子呢？这个时候，就等着东风吹起来吧。现在刚刚好。并州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直平安无事？偏偏这个时候突然被送上父皇的案台。太子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该死的楼丞！这个时候坏我的事。并州知府是殿下的人，此时发生这种大事，殿下十分震怒，我已从中周旋，希望将影响降到最低。那就有劳老师。
话虽如此，可并州毕竟是太子的封地，二皇子久居朝中，他就算想查，他也无处可查呀。那我就让他查得出来。没发现院里少一个人吗？你是说那位高手？你是何人？来帮殿下的。你如何帮我？并州知府乃太子嫡系，事发当晚，太师已经派人清理了所有贪腐案人员。你怎会知晓？我已经救了一部分人出来，这是藏匿地点。殿下只需要到这个地方找到他们，他们自然会交代揭露贪腐案的一切。等等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殿下只需要知道，我主与殿下势有非敌，他更希望殿下继承大统。此人来去无踪，确是个高手。哼，势有非敌。多谢二皇子救命之恩，我等愿意揭发虚名，誓死效忠二皇子。老爷，太子殿下那边人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太傅大人，殿下让我带句话，并州知府薛平已经被送往大理寺受审。此事他和太师不好出面，让太傅大人想想办法。殿下还说了，他儿若登基大宝，左右相位并是您和太师大人的。至于秦公子，自然可以重入仕途。父亲，这事你一定要想想办法。此次若能保住太子，事后他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秦家的。都是你的小畜生，我才被卷入到党争之中。小秦左怀明哲保身一辈子，没想到却被你拉下了水。你打云儿干什么？要不是秦风，他能被罢官吗？慈母多败儿啊！哎呀！少爷，正如你所料，太子派人去了秦家。病急乱投医呀！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东宫太子岂是那么容易能动的？当然要从他的身边人下手了。你是说太傅还是太师？哎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怎么就不能两个一起呢？你可真狡猾。太傅大人，你是过来救我的吗？我自有办法保你性命，你只需咬住一点，这贪腐案是你一人所为，跟太子殿下没有任何关系。可这大部分的钱财我都给了太子殿下。蠢货！太子尚在，你才能活命。太子殿下如果出了事，你焉有命在？记住了，千万别松口，你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。大人，秦大人，诸位大人可都听清楚了，我希望你们到时候秉公办理，在父皇面前说真话。是殿下。好妹夫，二殿下，我想问问你，为何要帮我？世人皆知啊，
我是秦太傅府中最窝囊的次子，一旦太子登基，我的好父兄一个太子太傅，一个太子伴读，哪还有我的翻身之日啊？所以啊，我只能全心全意的帮助二殿下，再等二殿下未登求我。可不要忘记我这个好妹夫才是啊！若我得了东宫之位，我让你统领天下皇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说话算话。时候差不多了，该买饵了。薛知府，被秦左怀抛弃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你是谁？跟你一样，都是被秦左怀抛弃的人。秦太傅次子，当朝驸马秦风。我听说过你，怎么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不错，我是来笑话你的。我笑你堂堂并州知府，一方大人，一夜之间沦为阶下之囚，临死了还要给别人顶罪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吗？当真不知道吗？你还真是傻得可爱。你现在身在天牢之中，吃的是窝窝头，喝的是刷锅水。人家在外边呢，大鱼大肉，莺歌燕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个傻瓜在天牢里给他们顶罪呀，他们当然潇洒惬意了。待等这个傻瓜一死，所有的线索都会成为无头公案，届时一了百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今天来的人为什么不是太师？为什么不是太子？偏偏是这个秦左怀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彻彻底底和你做切割。抛弃我！你们想得美！来人呐，我要上报！并州贪腐案的主谋是当今太子。秦太傅，我真得好好感谢你，给我送了一个好帮手。启禀陛下，督察院刑部三司大理寺一同调查并州知府薛平贪没350余万两。此外，薛平交代这些钱财绝大多数送给了太子殿下。胡说八道！启禀父皇，薛平此人包藏祸心，血口喷人，他胡说八道。陛下，此为薛平证词。带薛平，带薛平。跪下！薛平，你可知罪？微臣知罪。好，罪从何来？微臣猪油蒙羞，这些年贪没350余万两。薛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可微臣这些年所受的贿赂，全部都上交给了太子殿下呀！啥？一派胡言！竟然说胡有事啊！一派胡言！薛平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栽赃陷害于我？这是罪臣这些年上供的钱财记录，请陛下明鉴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急了？
父皇，儿臣知罪啊！这贪墨的银两，并非儿臣一人所用，还有太师。臣知罪。太子，就这点城府？陛下，此案审讯顺利，还是多亏了昨晚秦太傅的劝谏，否则宣平绝不会轻易招了的。太傅刚正不阿，劝人为善，是读书人的楷模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朕的恩师，一个是朕的太子，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薛平，罪神在，夺去你知府一职，发配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谢陛下。太师大人年事已高，暂且回家休息。太师一职暂由太傅监管。谢陛下。至于你，滚回东宫，禁足3个月，抄书罚录。谢父皇。散了吧。哎呦，这大人怎么了？大人，大人，哼，好妹夫，你这招一石三鸟，妙啊！既拔掉了太师，又拔走了他们内部。只可惜，太子的惩戒是不是轻了些？太子乃一国储君，国之脸面，岂能轻易责罚？不过经此一遭，太子在陛下心中的地位，肯定就不如殿下了。现如今，太子左膀已失，右臂断折，眼下储君之位，早晚是二殿下的。妙极了！今晚我府中设宴，咱俩去喝一杯。殿下请。秦左怀，你个不要脸的白眼狼！要是没有我父亲的提携，你能有今天？你朝堂反水，我父亲到现在还卧病不起，昏迷在床。哎呦，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我现在就回家。若是我父亲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夫人，夫人！太子在朝堂丢了大脸，而这太师又昏迷不醒，这太子一派现在可是恨透了秦太傅。二皇子也趁机收拢了一批朝臣，他现在才是真正的在跟太子掰手腕。只要他们斗起来，才是我们的机会。还有2个月的时间。二殿下，你来干什么？秦风是我请来的，他是城内有名的神医，特意给太师大人瞧瞧。多谢二殿下惦记，宫里的太医已经过来看了，说是急火攻心，需要静养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好，现在还不知道。那正好。哎，二殿下，还是让我父亲静养比较好。来都来了，还是看看吧。哎，哎呦，二皇子，二皇子！没事吧？果然是脉象虚浮，急火攻心之症啊！想装病脱身，我帮你弄假成真。
哎呀，是我医术不精，太师大人的病，我确实是治不了。二殿下，既如此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太师大人，钱太师大人，要多多保重啊！哼，小崽子，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！父亲！啊！儿臣参见母后。坐。母后，您这么着急叫儿臣来，所为何事？太师一事牵连甚广，当你在朝堂上指认太师，致使太师的许多门生都转投老二一方。母后，儿臣当时只是为了保住东宫的位置，我没想过那么多呀。我倾尽全族之力才当上皇后，将来继承皇位的只能是你，任何人都别想染指，你明白吗？儿臣明白了。身处后宫，一如战场，要不是你不争气，我这双手不至于沾染那么多嫔妃的血。让母后费心了。太师一系依然不能再用，秦太傅又被排挤出去。老二身后必有高人。您是说这一切都是老二干的？不是他还能有谁？你说丢了太子之位还能便宜别人吗？唉，据我所知，老二最近和秦太傅的次子走得很近。您是说秦风？少爷，太子正派人过来。哼，比想象的快。哼，准备去吧。龙有浅滩遭虾戏，拔了毛的凤凰不服鸡呀。要是换一个人，还真能让你成了。可惜呀，写剧本的人是我。你找谁？本人太子亲卫统领袁天朗奉太子之命，请公主和驸马到东宫夜宴。统领，太子安排的杀手被我们拿下了。你们两人留下看着他们，也会趁机弄醒。是。少爷吩咐我，演得真点。是。行动。主上有令，刺杀秦风。上。有刺客，保护公主和驸马。驸马小心！撤，追！别跑！你没事吧？走。他们在这儿，抓起来！敢刺杀公主和驸马，来人，带走！走走。你个莽夫，下手这么狠！我受益的，不把戏演得像一点，怎么骗得过其他人？那些刺客怎么样？
牙齿里的毒液都被我们拔干净了，他们没有自杀的能力。现在城防军也正在严审，我上了些手段，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招的。切，算算时辰，消息应该传到宫内了吧？你说，要是陛下知道刺客是太子所派，会不会有所偏袒？那就让他不敢偏袒。儿臣拜见父皇。父皇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啊，哎，谢父皇。驸马的大才都用到这上了。又学到了。你二人前来，所谓何事？父皇，儿臣知晓有许多人对驸马的出身颇有微词，即便表面尊重，背地里也嘲笑驸马是庶出妾生子。我知晓父皇有意抬举驸马，可是仍改变不了他的出身，所以他不愿入仕，只求经商。可即便这样，在我们副太子夜宴时，仍当街遭到了刺杀。可有这事？郭参军呈上过奏折，陛下您事务繁忙，还没来得及翻看。皇城之内当街刺杀，城防军是做什么吃的？父皇，儿臣是您的女婿，是公主殿下的夫婿。皇城之中当街刺杀，这哪是冲着儿臣来的呀？这分明就是打您的脸呐！倘若儿臣一时不慎被他们得逞，当街遭到刺杀，真不知道天下人如何议论父皇啊！混账东西！来人，去把郭世通给我带来，我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是。刀子算是递出去了，就看最后落在谁身上。微臣叩见陛下。郭世通，你负责城防之事，为何让刺客混了进来？陛下，城防军每日亥时一刻更换路线，这么多年从未变过。他们能够瞒天过海，那一定是什么？他们提前拿到了城防部的地图。你的意思是，刺杀的主谋要么是城防军里的人，要么是宫里的人。出事之后，臣排查过城防军知晓布防图的人，他们都跟这些事情无关。那是宫里的人，微臣不敢揣测。二皇子觐见。儿臣叩见父皇。你怎么进宫了？儿臣听闻昨夜公主和驸马遇刺，连夜审问，终于撬开了刺客的嘴。刺客招了，很好。朕倒要看看谁敢在朕的眼皮的底下行凶。父皇，此事还是不要张扬的好。二哥，你还有什么可迟疑的？我驸马被刺杀，到现在身上都有伤。我这次进宫，就是请父皇为儿臣做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让刺客自己说吧。把人带上来。陛下在此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说，是谁指使你们刺杀公主和驸马的？说出来，朕可以饶你不死。是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。你慌慌张张成什么样子？母后，我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啊！怎么这么久了，还没有人传信来？我们提前知道布防图，动手的又都是好手，万无一失。只要秦风一死，皇妹手里的皇商岂不迟早是我的？皇儿，须知成大事者不择手段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母后教训的是。皇后娘娘不好了，公主和驸马进宫来了。什么？这……陛下有旨，宣皇后娘娘
和太子殿下前往御书房。参见陛下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知道朕叫你们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陛下乃一国之君，这心中所想之事，上至国家社稷，下到平民百姓，岂是我们能猜测的？母后说的极是。那你们猜猜，驸马胳膊上的伤是谁干的？回父皇的话，驸马遇刺一事，我们确实不知情。父皇，依儿臣看来，时间不对呀。若儿臣所想不错的话，此时殿下的亲卫还没有回宫，殿下何以得知儿臣被刺杀之事呢？莫非是殿下你？启禀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请驸马参加夜宴，只是为了商谈并州商会之事，我何必要出手杀他呀？陛下，昭儿禁足东宫，抄书自省，绝不会做出这种事。一定是有人诬陷他。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们可认得他？我不认得。不知悔改，你来说。陛下，草民承德是皇后娘娘的远房亲戚，这次刺杀是皇后娘娘和太子两人指使的，这小的也是奉命行事啊。哼，你二人还有何话可说？你们一个贵为皇后，一个贵为东宫太子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萧令昭，你真的太让朕失望了。罢免你太子之位，贬回并州，永世不得入京。父皇，儿臣知罪了。父皇，妹妹，小妹，你救我！妹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劝一劝父皇，替我求求父皇。殿下，你快起来，快！昭儿，太医，太医，快叫太医！这些年你在后宫做的这些事，朕心里都清楚。但这次你越界了，滚去永宁寺出家！朕累了，老二，你留下，其他人都散了。父皇何事？你跟朕说实话，你最近做的这些事都是谁教你的？你可没有这样的脑子心计，这等运筹帷幄的行径，你呀，还差一点。父皇明鉴，是秦风教儿臣做的。哼，果然是他。这小子知道自己是庶子，在秦国隐而不发，直到驸马甄选才展露才能，一鸣惊人。但你要知道，这样的人很难驾驭。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：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等你将来登上皇位，此人，儿臣明白。我来得请夫人看一场好戏。这是何处？有何好戏看？这是萧令昭返回并州的必经之路。来了。
什么味道？好难闻！这是谁在焚烧东西啊？殿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体内中了毒，这些烟雾只是一个催化剂。殿下！哼！昭儿已经被贬到病中，永世不得入京，你还不放过他？父王，大哥的事不是我干的。哼！除了你还有谁？你义兄入主东宫，是天下的储君，你的面前没有任何阻碍，朕不准许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听明白了吗？朕问你，听明白了吗？是，我明白了。哼！在你心里，我终究还是比不上萧烈昭吗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儿：萧令昭在去并州的路上重病而亡。你害死我母后，我永远都不会忘。但是你被困在永宁寺，唯一的儿子也死了，这就是老天给你的报应。你就一辈子活在懊恼与自责当中吧。昭儿，昭儿，昭儿，娘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我要你们不得好死！来人！将这封血书亲手交到镇北侯手上，告诉他，他的儿子死了。是。少爷，如你所言，皇后坐不住了，派人送了一封血书出去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萧令昭根本就不是元帝的儿子，他是陈皇后和镇北侯所生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萧令昭如果登基为帝，陈皇后自然是非常乐意把这件事带进棺材，镇北侯也乐见其成。可惜萧令昭死了，他们现在当然无所顾忌了。这么密心的事情，你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我怎么会说？那一集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。鲲鹏商号就是我的耳目，天下事无大小，皆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原来你这么早就开始密谋了。派几个人盯住啊，一定要保证他安全送到。是。少爷，薛掌柜带着东西来了。
这是做出来了。走，赶紧看看去。东家，请看，蓝星历史上最强的冷兵器，防御铠甲，明光铠，给假人套上去。是啊。少爷，只有一个白点。试试枪。少爷，没痛。好。夫君，这是何物？这是我自己研制的铠甲，在这个时代穿上它，那就是降维打击。降维打击？这个时代的兵器根本破不了这座铠甲，穿上它呀，冲入敌阵，那就是虎入羊群呐！还有大杀器呢，这又是何物？无命，点燃引爆，点燃了赶紧跑啊！好，捂住耳朵。少爷，如此大的威力，绝无仅有。薛老板，通知鲲鹏商号的所有店铺，这样的铠甲给我造1000套，地雷呢能造多少造多少。东家，这么说，那些隐藏的商铺不都全暴露了吗？时候差不多了，不用再藏了。是。我的家底儿是套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可就看你的了。末将袁齐拜见公主殿下，驸马爷。袁叔，快请起。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这一礼我受不起。像，真像，你和长公主殿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当年我护送长公主南下，就跟你这般年纪。袁叔，这次叫你前来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公主请讲，只要我袁齐能做到的，哪怕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在所不辞。我要为我娘报仇。长公主殿下不是病逝的吗？她是被元帝和陈皇后联手合谋下毒致死。什么？当年萧元篡位成功，便立我娘为后，只是为了巩固住前朝的老臣。待他局势稳定之后，为了扶陈皇后上位，便下毒害死我娘。我记得当年后宫的老人都莫名的消失，我也是多番打探才知道他们都被陈皇后杀了。好你个萧元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若当年不是他答应后代长公主，我们岂会让他入城？我现在就去找他问清楚。袁将军且慢，此一去，袁将军可是十死无生啊！死有何惧？你是不怕死，关键你这一去，可就把公主殿下连累了。那该如何？静观其变，谋定而后动。你寻一千死士，披上铠甲，当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锋芒，这是铠甲。1个月之后，这样的铠甲我给你1000副，届时大事可成。袁叔，我夫君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，若你想帮我，就听他的。只要能为长公主报仇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在此谢过袁叔。
哼，公公来者匆匆，所谓何事啊？驸马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近日南地突发水患，陛下大发雷霆，朝堂之上人人自危。满朝文武公卿俱在，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陛下分忧吗？邢太傅谏言，你身为皇商，理应为陛下分忧，让你自筹银两，赈济灾民。陛下同意了。我？你自己看吧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秦太傅就让你去，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哎，终于要对我下手了。原助理、原主前方赈灾，秦家人背后捅刀。这一次，咱们换种玩法。给口粮食行好。即便我看过视频，可现实当中，远比看到的更加震撼。少爷，要不要派人护着车队？不用，就地施粥，粥不立块，人头落地。是。无命在，你带着暗卫跟我去县衙，先把这最大的蛀虫拔了。是。真香。再来一个。怎么样啊？跟着老爷我是你们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粮仓中的存量够我们舒舒服服的过完下半辈子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有人擅闯县衙，打伤官差。混账！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狗胆！你是何人？我乃临城县令。老子秦风当朝驸马，给他。拜见驸马爷。外面的灾民食不果腹，你倒是在这大鱼大肉的啊！驸马爷饶命！驸马爷饶命！我要是饶了你，怎么去见外面的灾民？带走，押上囚车。走，进来。走，饶命！饶命！驸马爷，小的都是被迫的。县衙征用，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是，我立刻去。狗官，狗官，狗官，打死你！打死他！驸马爷来了。驸马爷，您是活菩萨在世，下凡来救我们这些人了。要是没有您，我们这些人就要被饿死了。请恕我们一拜。谢谢驸马。快请起，快请起！我来临城，一路之上触目惊心呐，水患无情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一定会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。谢谢驸马爷，谢谢驸马爷。别忙着谢啊，先别忙着谢，我就在此地发3天的赈灾粮。3天之后，咱们以工代赈，泄雨水，清淤积，造房舍，防疫患。我来不光要帮助你们渡过难关，还要帮助你们重建家园。另外呢，有孤儿寡母者，我可以帮着你们另寻良配；无家可归者，我也可以分配你们田亩和房产。至于费用呢，就在收粮之后，按照比例逐年收取。啊！谢谢驸马爷，谢谢驸马爷啊！行，快请起。父皇，临城送来消息。
父皇何事忧愁？以往天灾过后，重建灾城都需要许久，驸马居然仅仅用了3日，就将灾民安顿，重建了陵城。各地鲲鹏山号的兔子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，数量甚多。这个秦风藏得真够深的。来，谢谢。少爷，我们的粮食已经见底了，仓里的粮食也都发放出去了，坚持不了几天了。这可不行啊！通知商铺，赶紧把粮食往临城运，再通知鲲鹏商号也开始囤积粮食。马上入冬了，要保证百姓的最基本生活需求。我立刻去传信。打人了！打人了！官差打人了！哎，官差打人了！泼皮无赖来偷粮食是不是？在偷粮食！我，救命！哎，救命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临城的，他听到这里放粮，就混进来分粮。难怪最近粮食越分越多，原来是有人冒充灾民。每个粥锅里给我扔一把沙子，让安伟给我盯住了，谁嫌弃不吃，直接抓着上供。是，来人，把他拉进农田清淤，敢偷懒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哎，是，我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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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粥不对劲，你们才有沙子，他肯定中饱私囊，我们找他评理去。你们看，这粥里藏有沙子，这让我们怎么吃啊？看看。你们回头看看，他们为什么吃得下去？我看你们也不像灾民的，你们是来混粮食的吧？我们当然是难民，你们在粥里掺了沙子，你们肯定中饱私囊了。对，中饱私囊了，把粮食给我交出来！把粮食给我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中饱私囊，朝廷赈灾没有拨下来1分钱，你们喝的每一碗粥、每一粒米，都是我家少爷自己买的。你们能活着，这条命都得记在我家少爷身上。我家少爷用自己的家产帮你们活着，帮你们重护家园，你们却帮着那群无赖质问他，真是一群白眼狼。既然吃了饭，就得干活，带走。我知道你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秦风绝不是那种人。你们现在要考虑的是赶紧重建家园，至于粮食的事情不用你们操心，哪怕我秦风倾家荡产，也要帮你们渡过难关。驸马大恩，没齿难忘。草民秦云拜见太子殿下。找我何事？我听父亲说国库亏空，草民前来献计。哦，说说看。这是草民暗中搜寻的店铺花册，一共2800件，其所属皆为秦风，每年收入可达5000万两。2800件，5000万两，是。真有如此之多？只多不少。哼，秦风啊秦风，我当真是小瞧你了。殿下，这秦风多年暗自操作，其财产累计可达数万两黄金，国库亏空，皆是因为他敛财所致。我看这秦风就是想把国家的国库变成他自己的私库。你说献计，献什么计？秦风如今在临城，若他赈灾不力，那这些店铺都归了朝廷，国库亏空可解。殿下若解此燃眉之急，陛下一定龙颜大悦。殿下若不方便出手，可由草民代劳。那就依你。是。
来，吃，领住，喝点，喝，你也吃点。大当家的，此人闯山被我拦下，你是何人啊？诸位，小人姓秦，单字一个云，此次是来跟大当家谈一笔生意。看你细皮嫩肉的，做生意，做娈童倒是不错。这笔买卖做成，我可保山上诸位兄弟们这辈子吃穿不愁。吃穿不愁，吃穿不愁啊！这算真好，这样保信。少爷，不好了，我们的赈灾粮食被抢了，周鹏也没米可下了。在哪儿？青云山。这批粮食是要拿来救人命的，绝不能丢。无命在，点人跟我去青云山。是。哎呦我去！哎，大当家的，这里面可都是精米，足足20马车，不错呀！以后秦云就是我们青云山的贵哥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但这20马车精米，想养活我们这么多弟兄，恐怕不够啊！大当家的，这才第一批。后续有源源不断的精米从这儿经过，只要大当家的随手捞一瓢，还愁吃喝？这些精米不是朝廷的吧？劫了朝廷的粮食，朝廷的军队不日便会大兵我们青云山。不，这怎么会是朝廷的呢？这是秦风商铺所买，我怎么会害大当家的呢？秦风，报！大当家的，外面来了一群人，领头的人他说他叫秦风。这么快就来了，老子去会会。走。来我青云山何事啊？临城遭灾，百姓们食不果腹。日前有一批运往临城的赈灾粮食被咱们青云山的兄弟借走了，还请大当家的将粮食归还，我好继续赈灾啊！什么赈灾粮食？我们可没有拿，找错人了。你知不知道那些粮食关乎多少人命？我说了，没拿你们什么赈灾粮食。若是你们再靠近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大当家的，兄弟们借粮，无非就是为了钱，钱我有的是，我都能给。烦请大当家的将粮食原封不动的还给我。拿钱赎货是道上的规矩，那是自然的。啊？大当家的您给一口价，我不还，只求您以后这运往临城的粮食就不要碰了。10万，不，20万。50万。条件是以后但凡打着鲲鹏商号旗号的货物，还请青云寨的兄弟们高抬贵手。这是50万两银票，大当家的孝。哎呀，好说，我镇山虎说一不二，我青云山的兄弟讲的就是信誉，说不动你的货，一定不会动的。好，那咱一言为定。该死，他们怎么把粮食送回去了？这要是让秦风把粮食送到临城，还怎么制造一个赈灾不利的帽子？哎，来坐，来啊，坐。小云，来，你呢？你呢？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，哎，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好，大当家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这批粮食要留下来啊！这么点粮食，人家给了50万两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想，就这点粮食，他就出50万，那就说明这东西对他们很重要。
就应该留下来啊！你不是说后面他还有货从这里路过吗？我们再劫就是了。哎呀，大当家的，你刚刚不是答应他们不劫他们的货吗？你傻呀！我们是山匪，说话算数，叫山匪吗？再说了，这么大个肥羊，我们不得狠狠宰他几鞭？喝酒，喝酒，喝！少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赶紧找人卸粮食，接着施粥啊。不妙，给春娘传信，问问她，秦云在不在京都？是。秦云，那人要真是你，我就弄死你。我得到消息，他们故意在前方停歇，就是等到今天晚上悄悄经过这里。大当家的，这车子比上次还要多，后卫人数有点多，有点子扎手。哼，这批货到手，又能狠狠地削他一笔。大当家放心，我带的这批人都是一当十的好手，护卫交给我，你们就负责抢车抢粮。秦兄弟，这片要是干成了，老子跟你拜把了。以后你就是青云山的二当家。兄弟们，抢了！百姓都安顿好了吗？都安顿好了，总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。就快好起来了。东家，不好了，我们的粮食又被青云山劫了。又是他们！给你敬酒吃，那就别吃了。放出话去，能荡平青云山者，我赏银100万；能去镇山湖守旗者，我再追加50。上！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潜能通神。大当家了，那个肥羊又来了。兄弟们，咱们敲竹杠的机会又来了。这次准备要他送多少？100万两！走！哟，这不秦老板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又来拿银子出东西啊？这次我兄弟可说了，100万！给你活路你都不要了，我再重复一遍：荡平青云山者，我赏银100万两；能取镇山湖首级者，我再追加50万。取镇山湖首级的人，不论身份，青云寨的兄弟也在其内。杀自己老大也有钱。上！他哪来的秦风？这是要弄死我！早知道这批货我们就不劫了，没想到遇到个狠茬子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对不住了，大当家的，跟着你，兄弟们都得死，不如把你人头给我，让兄弟们换钱，还能潇洒活着。终于答应分枚燕庄，没想到啊，这山湖走过青云山这么多年，竟然能待在你的手里。别那么些废话，这幕后主使是谁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众所周知，我除了是个商人，还是个大夫，对骨骼颇有研究。人这一身啊，206块骨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把骨头都卸了，这人得是个什么样？今天你来着了，做我的实验品。我说，你饶了我！我说，
不重要了。不，重要，是秦云，是他让我来接你货的。果然是他呀！求求你了，给我接上吧，求你了。这才是真的不重要了。清剿山匪，一个不留。是。计划怎么样了？太子殿下，计划失败了。失败了。青云山山匪被一窝端了，秦风不但没事，而且还声望大涨。废物！拉拢一群山匪能成什么大事？我听说临城一带经常有倭国海盗出现。这是我身边的大内高手，供你调用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给我做的直接一些，让他消失。是，殿下。照此行事，赶紧办去吧。是啊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一路之上辛苦了。我担心你吃不好，把我带的食物都放进厨房。是。消息来报，镇北后正在集结大军，准备回京。哎呀，这颗棋子终于动了。你让春娘打听个消息，这青云山之事的确是青云做的，而且他最近跟太子走得很近。所谓帝王之道，就是把有威胁的人全部杀了。可惜呀，我不想死，那死的只能是他们。京城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袁术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随时可以行动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秦云那个傻瓜成不了大事儿，只是我不在京都，你万事也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嘿，哇，少爷，夫人真贴心，还给你准备了这么多食材。少爷，这是什么？东西抢光，人都杀光，该走的统统杀光。是。好，这个人要见你。你找我？在下齐云，奉我家主子之命，来给将军送些宝物。不错，是宝物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是我家主子的一点心意，想让将军帮忙杀个人。若杀掉此人，将军可得到享之不尽的财富。你这个下人不怀好心，想把我们骗到一起，一网打尽。将军，杀了他，宝贝也都是我们的了。我家主子乃当朝太子，要杀的人是天下首富。如今秦风在临城，坐拥鲲鹏商号，揽尽天下财富。你最好说的是真的。兄弟们，去临城看看。拜见皇后娘娘。侯爷派我来送信。侯爷3日后率军抵达。
回去告诉镇北侯，我会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兵理由，让他放手去做吧。是。萧远，你杀我昭儿，我要让你一无所有！将军，城中没有驻军，只有一群灾民在重建。有个叫秦风的驸马在城中赈灾。兄弟们，直奔咸阳，捉拿秦风！配合的不错呀，好大哥。大哥，你果然是在骗我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动手！好，是。少爷小心！少爷，殿下，林城送来的消息。秦风啊，秦风，你终究还是棋差一招。殿下，不好了！驸马他怎么了？驸马被杀了！殿下，你再说一遍，驸马被杀了。驸马人呢？我把好好的驸马交给你们，他人呢？属下无能，没能保护好少爷，请殿下责罚。夫人，闭嘴！你们不都是他的侍卫吗？你们不是武功很高强吗？为什么没有保护好？为什么？我不想再看到你们。来人！他们二人护持无力，拉出去杖毙！公主，公主节哀，陛下知道了此事，即召公主入宫。叩见父皇。起来吧。驸马的事，朕已经知道了。他赈济灾民，重建临城，剿灭海盗，功在社稷，当名垂青史。陛下有旨，驸马秦风忠君爱民，德行高尚，入皇陵，追封临中王，钦此。谢父皇恩赐。鲲鹏商号旗下所有商铺归为皇家调遣，封为第一皇商。陛下圣明。殿下，后院有人找。谁？陈皇后。你找我有何事？我知道，驸马的事，你一定很伤心。有话直说。好，那我就直说，你母后是萧元赐死的。你母后身份特殊，乃是前朝公主，她对萧元有利用价值。可朝政稳固之后，她也是最大的隐患，所以她必须死。此事已过去许久，我不想再提。好，那我再告诉你，驸马的死是萧元和萧令玄两人所为。你说什么？
他们二人觊觎鲲鹏商号许久，秦风一死，这些商号全部会落入他们手中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再告诉你件事，萧令昭是我和镇北侯的儿子，昭儿身死，你母后和驸马惨死，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敌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要你帮我，明日破晓，打开东城门，引镇北侯入城。我要萧远死。明日守城的将领是你母后的心腹袁琦，你若将此事告知于他，他定会帮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是萧元亲手所写，杀了你母后，立我为后。不管事后如何，我保你富贵荣华一生，也算是我对你母亲的补偿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哼，明天一切就尘埃落定了。聊得不错呀，呵呵。都怪你，害我白白流了这么多眼泪。要不是白浅告诉我，我真以为你死了。驸马爷没死，人在后屋。驸马吩咐，人多眼杂。若不把戏演得像一点儿，咋好骗过那帮老狐狸？哼！先打个半死，他还有大用。明日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哼！娘娘，公主已经上车前往袁家。很好。来人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是。秦风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！以后秦家长子就是你了，我再也不跟你争了。秦家，切！如今我富甲天下，别说是一个秦家，就是我买上10000个秦家，又待怎样？切！秦家嫡子的身份，只有你在乎罢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消失了这么久，秦太傅和萧令玄可从来都没找过你呀。丢了官职的你，在秦太傅眼里，连街边的一条狗都不如。至于萧令玄嘛，切，你死比你没死更好。只要你一死，所有的秘密都烟消云散。少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去写一份太子私通海盗的罪证，砍他一条胳膊画押。不，我找，
我找。包围皇城，一个人也不允许放出来。是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镇北侯谋反，人已经到宫门外了，诸位上朝的大臣都被赶进来了。什么？谋反？啊！少爷，公主，镇北侯率军攻入皇城，正与皇城军队对峙。今夜注定载入史册。末将袁齐已集合完毕，签名披甲亲卫，听候差遣。皇上要去哪儿啊？镇北侯谋逆可是大罪，你要想清楚了。哼！你忘了你当年坐上皇位是怎么得来的？怎么到我身上反而就是谋逆了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！做过的事还怕别人说？哼！住口！朕没允许你回来，滚回你的永宁寺去！我陈氏倾尽全族之力助你登基，族中壮年实不存疑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罢免我后位，将我放逐永宁寺。萧远，你人前一套，背后一套。只是我做了那么多的恶事，要是我的昭儿还是储君，我甘愿把这恶名背进棺材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杀了他，杀了我和君哥的骨肉。你的儿子若是昭儿继承大统，我辅佐他镇守北疆又如何？昭儿已死，我定要拿你祭天！这一刀是昭儿的，这一刀是我的。昭儿，为娘为你报仇了。季风，你不是死了吗？驸马，若不假死，怎能看到今天这场热闹？这瓜吃的我撑了。秦风啊，秦风，我们所有人还真是小瞧了你了。谢谢夸奖，我受得起。勾结匪盗，你也配立于朝堂之上？哼！你的仇我报完了。参见陛下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秦太傅，你可知罪？你教子无方，助纣为虐，残害忠良，可有话说？罪臣无话可说。削去秦左怀太傅一职，发配苦寒边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臣领旨。秦云，你嫉妒贤能，罪不可赦，拖下去赐死。陛下，陛下，臣知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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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秦风，
驸马爷秦风有经世之才，体恤百姓，赈济灾民，深受爱戴。朕不敢贪天之功，特赐尊号秦武帝，与朕一同临朝，共治天下。陛下圣明。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不跟我商量，直接下圣旨是吗？可是现在圣旨已经下了，你要是反悔，那就是抗旨。那就罚你给我生一窝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更衣呢。更什么衣？要的就是你弟嘛。只一段锦绣文书。